半个月前，我踏上了去往林氏的列车。深夜，手机突然响起，是弟弟林一宝焦急的声音：“姐，妈突然生病，现在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了。”我心头一紧，迅速凑足了20万转给他，并叮嘱他务必为妈妈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然而，当我急匆匆赶回家，却发现妈妈好端端的，那笔钱已被林一宝拿去作为买婚房的首付。这一打击让我心神不宁，工作中错误频出，最终被公司辞退，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连下个月的房租都无力支付。我不断拨打爸妈的电话，希望他们能借我一些钱应急，但始终无人接听。被房东扫地出门后，我拎着沉重的行李，不知不觉间来到了一片湖边，湖水深不见底，我竟有种想要投身其中的冲动。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破旧的彩票销售点，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走了进去，准备做最后一搏。出乎意料的是，我居然中了5000万大奖。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1个月后，我看中了一套宽敞的大平层，但刚签完合同，久违的妈妈的电话就来了。她想让我再出10万，为林一宝的彩礼添砖加瓦。我苦笑不得，反问道：“妈，我现在没工作，也没地方住，你还向我要钱？”电话那头，妈妈陷入了沉默。要不这样吧，你们把从我这骗走的20万还给我，我就拿出10万给林一宝当彩礼钱。电话那头依旧沉默，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支支吾吾道：“多余，都是一家人，说什么骗不骗的。”果然，我冷笑一声，直接挂断了电话。原来真的没人在意，没工作没住处的我，又该如何生活？3天后，我主动给林一宝赚了1万块钱，然后又发了条微信给他，一点心意，别嫌少。几乎是在消息发出去的下一秒，林一宝就马上打了语音电话过来，没有任何寒暄，一上来就直奔主题：“姐，我就知道你还有钱，你还有多少？赶紧都转给我。”庆庆他爸这个老东西说了，凑不够彩礼钱就不让庆庆和我结婚。我暗自冷笑，心想这小绵崽子想的倒是挺美，可面上却佯装歉意地对他说：“我也只有这么多了，还是东拼西凑凑出来的。”林一宝一听，语气瞬间冷了下来，只淡淡说了一句：“好吧。”和我爸一样的自私和冷漠，真不愧是亲父子。于是我又问：“你那边还差多少？”他烦躁地挠了挠头，嘟囔了句：“50万。”怪不得，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林一宝的女朋友叫宋庆庆，是个标准的白富美，跟我们家门不当户不对。为表诚意，林一宝先掏空了爸妈的积蓄，又从我这骗走了20万，才全款买下一套70平的婚房。可这点诚意对有钱人来说明显不太够看，所以宋庆庆的爸爸就跟林一宝说，要想和他女儿结婚，就必须拿出50万的彩礼，否则一切免谈。我叹了口气，装成自说自话的样子：“如果这个时候谁能借给你一笔钱就好了。庆庆家里那么有钱，只要你能跟他结婚，以后想要什么没有。50万对宋家来说不过是点小钱罢了，人家指头缝里流出来的钱恐怕都不止这个数吧。”林一宝一听，瞬间茅塞顿开，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就匆匆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肯定是去借钱了。林一宝没有工作，中专毕业后就一直靠爸妈养活，银行或者正规的金融机构根本不可能借钱给他。他身边的狐朋狗友
也都是穷光蛋，所以他想在短期内借到一大笔钱，就只有一个途径：高利贷。很快，家族群里就传来了林一宝和宋庆庆订婚的消息。在我爸妈有意无意的炫耀下，群里所有的亲戚都知道林一宝娶了个家里开公司的白富美，以后前途无量。然后就有不少人出来半真半假的祝贺他们，还说他们养了个好儿子，晚年有福了。我爸一听，得意的在群里上蹿下跳，隔着屏幕，我都能想到他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婚礼前夕，我妈叫我过去帮忙，我借口要找工作推脱了。她先是愣怔一下，跟我说正事要紧，然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向我大倒苦水。多余，妈这几天忙前忙后的，累得心口直疼。你弟带着庆庆出去玩了，亲家看不上我们，根本指望不上。你爸那个臭脾气你也是知道的，让他干点活就要骂人的，妈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着说着，就在电话里对着我啜泣不止。若是放在从前，我肯定会担心他操劳过度，马上跑过去帮他，然后将所有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可现在的我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只淡淡说了句注意身体，就挂断了电话。高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个月只有500的生活费，而这些钱只够我在学校里吃最便宜的饭菜。可我妈却总是对我说，家里又没钱了，我爸挣的工资也不往家里拿，但他苦了，谁也不会苦了我和林一宝，大不了就把自己常吃的药给停了。我心疼他，自行把生活费降到了300，想着这样他就不用断药了。即使这点钱只够我每天吃馒头喝免费的汤，我也甘之如饴。只是后来我才知道，林一宝一个走读生，每天吃住都在家里，一个月光是零花钱就有1500块，日子滋润得像个小少爷。可我却因为顿顿吃馒头，被同学嘲讽是乞丐。这样的事发生过太多太多次，所以我不会再上当，更不会再心软了。林一宝和宋庆庆的婚礼定在夏至这天，很隆重，足足宴请了88桌亲朋好友。我踩着点走到了现场，因为穿着朴素和只有500块的红包，被宋庆庆小声吐槽吝啬。我爸见状狠狠瞪了我一眼，却碍于今日高朋满座，不好当场发作。我佯装抱歉，然后拉过宋庆庆的手，一脸真诚地对她说，弟媳，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是太紧了，前阵子我被公司给辞了，又因为交不出房租被房东赶走了，现在只能住在最便宜的日租房里度日。这500块已经是我能拿出来的极限了，但看在一宝买婚房的时候我出了20万，彩礼钱也出了1万的份上，你就多担待些吧。宋庆庆一听，当场愣住了。他本以为林一宝家虽然没什么钱，但好歹也是个小康，可他没想到的是，就连一套70平米的婚房和50万的彩礼，林一宝和他父母都出不起，还要去压榨自己的姐姐，这和他向自己描述的家庭状况完全不一样。林一宝一看宋庆庆的脸色不对，马上慌了神，又急忙凑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解释，生怕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可林一宝越解释，宋庆庆脸色就越难看，解释到最后，宋庆庆更是气得直接甩开了林一宝的手。我爸沉下了脸，把我推搡到了婚宴的最边上，生怕我再乱说话。可惜已经晚了，整场婚礼宋庆庆一直面色不度，他父母更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丝笑意，席间的亲朋好友也看出了端倪，连饭都顾不上吃，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一直不停低声议论。我爸最是好面子，看着自己掏空棺材本办的婚礼，竟变成了笑话，气得整张脸青一阵绿一阵。只有我妈强撑起一副笑脸，忙前忙后招呼着客人，好让婚礼现场不至于太难看。而我坐在角落里，一边看笑话，一边随意吃了2口菜，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婚礼结束后，我过了很长段时间的消停日子。隔壁市的房子装修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就在这边郊区租了个带院子的小别墅。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浇水，看池塘里的小金鱼们游来游去，无聊了就到处闲逛，吃吃喝喝。以前进都不敢进的高档商场，现在去里面买东西也可以不看价签就直接拿下。结果就在我享受有钱人朴实无华生活的时候，林一宝借高利贷的事东窗事发了。他被追债的人找上了门，堵在墙角暴揍了一顿。揍完那伙人还说，如果1个月内还不上钱，就让他用自己身体里的器官抵债。等我赶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在给鼻青脸肿的林一宝上药，她眼眶通红，显然已经哭过一通了。我爸紧紧皱着眉，大口抽着烟，不停在客厅走来走去，整间屋子都弥漫着恶心的烟味。林一宝呆愣愣地缩在沙发上，活像个受惊过度的鹌鹑。其实他一开始盘算得很好，想着只要自己能和宋庆庆结婚，攀上了高枝，无论是宋庆庆还是他娘家人，肯定不会冷眼看着自己被放高利贷的人追债，区区50万，以宋家的经济实力，轻轻松松就能还上。可人算不如天算，结婚3个月后，林一宝才知道，原来宋家早就破产了。宋庆庆之所以和他结婚，不过是看他好拿捏，还有眼巴巴送上门来的彩礼和婚房。不仅如此，当初林一宝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直接把婚房登记在了宋庆庆名下，又签了一份赠与合同，让这套榨干我爸妈全部积蓄的婚房摇身一变成了宋庆庆的婚前个人财产。这简直就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而宋庆庆家的真实情况，我很早就知道了，不然我也不会暗示林一宝去借高利贷，而是提醒那姑娘快逃了。我想，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可就在我默默欣赏着眼前的乐子时，我妈却扑通一下跪到了我面前。她哭着对我说，多余，是妈对不起你。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宝出事啊！我有些不明所以，下意识想把他扶起来。可就在这时，外头却突然冲进来2个膀大腰圆的光头，他们手中拿着绳子，径直朝我走了过来。我见势不妙，转身想跑，却被死死钳住，捆成了粽子。不怀好意的目光在我身上来回逡巡，然后又上手摸了2把，像是验货一样。看着成色不错，穿白色 T 恤的光头满意的点点头，露出了一个猥琐至极的笑容。我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爸妈，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质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看我挣扎的厉害，不耐烦地撒了撇嘴，别瞎叫唤了，人家都说了，只要把你交出去，一宝的债就能一笔勾销，所以你们就把我给卖了。我瞪大双眼，死死盯着他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反正你弟是老林家唯一的香火，我们不可能让他出事。你一个丫头片子，能在这时候有点作用，就感恩戴德吧。感恩戴德，把我给卖了，我还要感恩戴德。一股怒火直冲脑门，烧光了我最后一丝理智。我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大志，你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我妈抓住我的衣角，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说，
多余，你可千万别怪你爸。但凡家里有钱还债，我们也不会拿你去抵债啊。还不上钱，又交不出人，他们就要把一宝身上值钱的器官挖出来卖呀。多余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你做什么的，就是把你送到缅北去打工，只要你在那里好好赚钱，没几年也就回来了。我一听，心凉了半截，然后一字一顿对他说：妈，你真觉得我去了那种地方还能回来吗？可能是我的语气太瘆人了，我妈愣怔了片刻，不再说话了。我抬眼扫过这一屋子的人，一股莫名的寒意一点点延伸到四肢百骸。我知道他们重男轻女，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们可以为了林一宝亲手推我进地狂犬。那两个光头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互相看了眼对方。穿白色 T 恤的光头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条灰色的毛巾，想用这条毛巾掩住我的口鼻。我知道这上头肯定有迷药，如果被迷晕就完了。为博得一线生机，我只能拼命挣扎，大声呼救，可惜没有用。那条灰色的毛巾还是离我越来越近，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鼻尖。千钧一发之际，门口传来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黑影破门而入。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这道黑影是我重金雇佣的保镖，叫程然，特种兵出身，武力值爆表。雇佣他本意是防着我爸妈让那群追债的来找我要债，可没想到的是，今天就派上用场了。诚然对着那两个光头的面门，邦邦就是两拳，紧接着又用手扼住了他们的咽喉，将其狠狠按在地板上。我刚才已经报警了，要是识相的就快点滚，再让我看到你们两个出现在小姐面前，可就不是被我打两下这么简单了。诚然的声音低沉，还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狠厉，而那两个光头因为缺氧脸涨成了猪肝色，全无刚才的得意猥琐之态。他们知道自己和诚然力量悬殊，所以不敢再逞凶斗狠，只能连忙讨饶，一再承诺不会有下次。我妈一看那两个光头连滚带爬的跑了，就扑到我身上，声嘶力竭地喊：你把他们赶跑了，你弟怎么办？我怒极反笑：怎么办？那群追债的不是说了吗？还不上钱就让林一宝挖器官还债02，还能怎么办？我爸被我这番话气得直发抖。你个小贱人！说完还想冲上来打我，结果被诚然一个刀眼吓得缩了回去。我冷眼看着这个欺软怕硬、叫了快30年爸的人，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就轻描淡写地投了一枚重磅炸弹。哦，对了，有件事忘记跟你们说了。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买彩票中了大奖，你们猜我中了多少？多少？从我进门起就装哑巴的林一宝，这时却突然开口说话了。我微微一笑，缓缓吐出了几个字：5000万。不仅如此，这段时间我又靠着投资大赚了一笔。果然人一旦了有钱之后，想要钱生钱真的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所以林一宝欠得这点钱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我爸妈一听这话，刚才还满是怒容的脸上瞬间换上欣喜又讨好的笑，嘴里还不停嘟囔着：5000万啊，这得是多少钱啊？林一宝也活了过来，像是看救命稻草一样看着我，是不是已经开始盘算怎么花这笔钱了？我笑着对他们说。我爸刚想顺着我的话点头，眯缝的小眼里进出贪婪的光，却被我接下来的话迎头泼了盆冷水。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们有这种烦恼的，因为这些钱我一分都不会花在你们身上。最后那句话我说得很慢很认真，
以防有人听不懂，以为我是在和他们开玩笑。说完，程然就把我从沙发上扶起来，转身离开了这里。有他护在我身边，他们不敢追上来，只能不停地喊我的名字。只是任凭身后的人如何喊我，我都没有回头。就像当初我无家可归的时候，无论给他们打了多少电话，都没人接一样。只不过现在的他们处境比我当初还要困难些就是了。回郊区别墅的路上，我看着一旁专注开车的程然，轻声道了句谢。要不是他及时赶到，后果简直不敢设想。可程然却表示这是职责所在，都是他应该做的。我听后不由哑然失笑，像这样一本正经的人，我还是头回碰到。于是我又说，下次别叫我小姐了，听着怪怪的，还是叫我多余吧。程然颇为郑重地点了下头，表情依旧冷峻，只是耳根不知为何有些泛红。过了好一会，他才开口对我，多余这个名字很好听，若是从前有人这么说，我肯定会笑着应和。可此时此刻对着程然，我却意外地想坦诚些，所以我跟他说，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出生后，我爸嫌弃我是个女孩，连个正经名字也不愿意给我取，因为觉得我的存在多余，就随口叫我多余。还是上户口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觉得多余这个名字不好，劝了我爸半天，才把多余改成了多余。诚然有些不知所措，他肯定没想到我这名字的背后竟会有这样一段故事。他皱起英挺的眉，思索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我记得电影《西红柿首富》里的男主就是沈腾演的那个角色，就叫王多鱼，他很有钱。你叫林多鱼，你也很有钱，所以多鱼是个好名字。我被他逗得前仰后合，真是难为他搜肠刮肚，找了这样一个理由安慰我。于是我笑着说，诚然，你说的没错，多鱼是个好名字，因为叫这个名字的人都能发大财。诚然见我如此开心，也难得露出一抹笑颜。夕阳细碎的余晖酒在他脸上，我别过脸，偷摸用余光去看他，不由默默赞叹，还真是个好看的人啊。转眼就到了冬至，在我一口气吃完10几个胖嘟嘟的3鲜馅水饺，物业突然打了通电话过来，我问是什么事，那边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说让我到小区正门那里看看。诚然不放心，开车跟着我一道过去了。一按下车窗，就看到我爸妈穿着不知从哪里掏来的破衣服，在寒风中拉着醒目的红色横幅，不孝女林多鱼，害老父母无家可归。我爸手里还举着个大喇叭，循环播放我的光荣事迹，内容大概是我中了1000万大奖，却一分都不给父母花，亲弟弟被高利贷追债也冷眼旁观，害得他们只能卖了老房子给儿子还债。他们现在无家可归，可我却大鱼大肉吃着，大别墅住着，简直就是老天无眼。希望大伙能为他们主持公道。我没忍住笑出了声，这都什么年月了，他们还在用这种老掉牙的方式申冤，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这街道上人来人往，有谁多往这看上一眼了。见我现身，这老两口表演得更卖力了，我妈甚至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可惜观众只有我和诚然，谁也不会可怜他。诚然将我爸妈请到了车子的后座，我没有说话，只给他看了个地址，示意他往这开。我爸颇为得意，以为自己靠这种方式拿捏住了我，一路上一直对着我不休。多余，听爸的话，你一个女孩要那么钱没用，你让司机赶紧带着我们去银行，把手里的钱都转到我卡上，你弟那边已经不能再耽搁了。我和你妈
也是时候享福了。听说现在都不流行买别墅，有钱人都买那个叫什么大平层的东西，我高低得买它2套换着住，还有车也得买辆好的。爸也不是1分不给你留，只要你乖乖听话，我以后每个月都给你打3000块钱，保管让你不愁吃喝。他越说越激动，整个人都像是喝醉酒了一样飘飘然。见我一直沉默，又冷哼一声：拿瞧什么？你要是敢不给老子钱，以后你走到哪老子的横幅就拉到哪，让你再也没脸见人。大约过了20分钟左右，车子停在了一处脏乱的人工湖旁，附近就是一片低矮的筒子楼，这里到处都是小贩的叫卖声，还有3、3两两的工人们聚在一起，扯着嗓门说闲话。道路两旁零星站着几个衣着暴露、化着浓妆的女人，毫无顾忌地对着来往行人打情骂俏。而我爸妈这时才反应过来，我根本没打算带他们去银行取钱。我爸黑了一张脸，刚想破口大骂，却被我妈给拦住了。不得不说，大多时候他都比我爸更能看得清形势。我妈抽噎着对我说：多余，妈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咱们家穷，所以总是忽略你的感受。你现在有钱了，不想孝敬我们妈都理解，可是你亲弟弟现在就要被群追债的给逼死了，家里房都卖了，也只还了一小部分。你要是见死不救，我们可怎么办呢？怎么办？我指着那片人工湖，对着他们说：我告诉你们怎么办，从这跳下去，死了就不用想怎么办了。我妈神色骇然：多余，你到底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能让爸爸妈妈去死呢？我冷冷开口：当初被你们骗走全部积蓄，又被房东赶走的时候，我就想从这跳下去，要不是中了奖，估计现在都已经投胎了。说着，我又抬手指了指不远处的筒子楼，看到那里了吗？那就是我工作之后一直住的地方，破旧、脏乱、鱼龙混杂，但胜在房租便宜。我这些年省吃俭用，拼命攒钱，为的就是有一天能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我之所以会对买房如此执着，是因为自己从小到大住的地方从未让我有过归属感。家里那套老房子只有2间卧室，所以我只能睡在沙发上，还不能打扰他们使用客厅。只要住在那里，我就必须睡得最晚，起得最早，不然就会被我爸大骂一顿。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太想有个自己的家了。可即便如此，我依旧选择在林一宝说你进 ICU 的时候，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救你。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直直地看向我妈，可她却被我的眼神刺得浑身一抖，不敢和我对视。那是因为我可怜你，你信不信？如果你真的病危了，我要是不出这个钱，我爸和林一宝是不会管你的，他们根本不在意你的死活。我妈想反驳，可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愣是没吐出半个字来，因为她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曾经试图拯救你，甚至中奖之后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你能和他们彻底割席，我愿意同你分享我的财富。可自从你和我爸要把我卖到缅北给林一宝抵债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其实你不一点也不可怜，更不需要被拯救，因为你早已变成林家父子的伥鬼了。我妈愣怔在原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下意识伸出手想去抱我，却被我一个侧身躲了过去。而一旁的我爸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急吼吼地冲到我面前：林多余，我没时间在这听你说些有的没的，我就问你一句话，这钱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你说呢？我嗤笑出声。我爸连说了几个好，显然是怒到了极点。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从现在开始，
我天天到你住的地方去拉横幅，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无所谓地摊了摊手，说了句随你，反正隔壁市的房子马上就装修好了，那块安保很好，就算他们赶过去拉横幅，物业也不会让的。临走前，我指着不远处的彩票站，对他们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们要是不想跳河，就去买张彩票吧，说不定也能中个几千万呢。我爸被气得说不出话来，而我妈在一旁直抹泪，也不知是在哭林一宝还是哭自己。搬家是件麻烦事，脚不沾地忙了半个月，才终于把新家布置得七七八八。要不是诚然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被网暴了。原来在人工湖的那段对话被我爸妈用手机给录了下来，掐头去尾之后，就变成了我中奖之后，因为不想出钱赡养父母，就逼迫他们跳湖自杀。还有所谓的知情人士透露称，我在中奖之前为买房向亲弟借钱，亲弟没有，就诱骗他去借巨额高利贷。中奖之后，他被人追债上门，可我却拒绝还钱，逼得我爸妈只能卖房偿还其中的一小部分。现在他欠的高利贷越滚越多，只能到处东躲西藏，逃避追债人的骚扰和殴打，当真是凄惨无比。一时间，我成了所有人口诛笔伐的对象。诚然被网上那些言论气得红了眼，下颌线绷得死紧，好像下一秒就要顺着网线把那些骂我的人胖揍一顿。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凑过去扫了两眼。其实这些言论对我来说都不痛不痒，不过是变着花样骂我人品不行，还有彩票中问能不能把我的奖金收回去的。唯一值得在意的就是有人根据我之前住的筒子楼，还有去人工湖时坐的车，扒出了我现在的住址。不过还好，这里的安保设施还算不错，没有业主的允许，外人是进不来的。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让诚然加强了别墅周边的安保措施，又多雇了2个保镖轮流在大门值守。做完这一切后，我才彻底放下心来。然而就在此时，我却突然接到了林一宝打来的电话，我想也不想就直接给挂了，可他却锲而不舍地继续打。我被他扰得不胜其烦，只能接听起来。刚一接通，就听到林一宝鬼哭狼嚎的声音：姐，救救我，他们要把我打死了。我皱了皱眉，刚想问他在哪，就听见电话那边传来一道冷漠的男声：林一宝是吧？你欠我们的50万到底什么时候还？林一宝带着哭腔喊道：我没钱，你们去找我姐要，她中了5000万。那男人冷笑一声：你少蒙我，我早就查过了，你姐1分钱都没给你。林一宝急道：他真的中奖了，你们要是不信，就去查查看。男人没有说话，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一会，才听到他说：行，那我就再给你点时间，要是下次还见不到钱，我就要你好看。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而林一宝像是被吓破了胆一样，抱着电话嚎啕大哭，嘴里还不停喊着姐姐救我。我等他哭得差不多了，才慢悠悠地开了口，想让我救你也不是不行，只不过我有条件。林一宝一听这话，连忙止住了哭声。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我说，第一，和那群追债的断绝联系，以后不许再借高利贷，更不许赌博。林一宝连忙应了下来，好好好，我都听你的，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我接着说，第二，跟爸妈断绝关系。你要知道，他们现在会落得这副穷困潦倒的境地，完全是因为他们无底线的溺爱你。如果你还认不清这一点，不能真正的独立起来，
那你就算还清了这次的高利贷，以后也还是会欠下更多的债。林一宝又哭了。可是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我怎么能和他们断绝关系呢？我轻嗤一声，你不能和他们断绝关系，却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推进火坑。林一宝，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林一宝无言以对，只能小声啜泣。过了好一会，他才哑着嗓子说：好，我都听你的，只要你能救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得到他的保证之后，我就让程然往他卡里打了50万，让他先把高利贷还上，然后又嘱咐了他几句，就挂断了电话。程然有些不解地问我：你就这么相信他会改过自新？我笑着摇了摇头，狗是改不了吃屎的，我这么做不过是想让他暂时安静一会，别再来烦我罢了。更何况那50万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全当是做慈善了。程然听后默然无语，过了好一会才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多余，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我微微一愣，随后笑着应了下来：好啊，说话算话。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真的对林家父母赶尽杀绝，毕竟他们养了我这么多年，虽然没什么感情，但也总算把我平安健康的养大了。更何况我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个彩票中奖的机缘，算起来也是我赚了。所以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放他们一马，只要他们以后不来招惹我，我是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只可惜我想的虽好，可他们却并不打算放过我。在我搬进新家的1个月后，他们就找到了这里。不过还好，这里的安保设施还算不错，他们没法进来闹事，只能站在门口大喊大叫，引得不少业主都探出头来围观。我见状，只能让程然把他们请了进来。刚一进门，他们就换了一副面孔，哭哭啼啼地拉着我的手，说想我了，还问我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表演，直到他们演不下去了，才慢悠悠地开了口：说吧，这次又想要什么？我爸妈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愣了好一会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多余呀，爸妈这次来真的不是为了钱，我们就是太久没见你了，想来看看你。我哦了一声，然后指了指墙上的钟表，现在是下午3点17，我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叙旧，3分钟一到，你们就立刻离开这里，不然我就报警了。说完，我就不再理他们，自顾自地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我爸妈见我态度坚决，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开始见缝插针地夸我现在的房子装修得真好，问我花了多少钱。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在心里数着数，一到时间就立刻让程然把他们送了出去。如此反复几次之后，他们也知道自己从我这里是捞不到什么好处了，只能偃旗息鼓，不再来招惹我。而我也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平静生活。又3年，我和程然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在孕期的时候，我就总是想，如果当初没有被林家父母抱错，那我现在的人生会不会是完全不同的2个样子呢？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而我也早已不再纠结自己的出身。毕竟人生就像是一场无法预知的旅途，无论前路如何，都只能坦然接受，然后继续往下走。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